如果你能够把这一部影片看完，其实你已经赢过很多人了，因为你已经开始熟悉我在这段时间去研究的。我花了200多场，甚至已经可能到300场，这些都是花体力，但没有奖励，只有通关才有奖励。我花了这么多体力跟那个时间去研究，然后失败了很多次，失败非常多次。你要失败200多次才能赢40关，你看这个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想做的，因为这个很虐，很虐待自己。但通关就是爽，一个字爽，非常爽。来同盟打完战，我是林东，今天要给各位演示人间之塔的通关步阵以及它的思路。那我目前使用的影片是之前发布过的40楼影片，那40楼就是最后一关，当前版本最后一关。那通关之后，我们就会完成人间之塔的破关了。我好像有点绕，好，那我们一进来人间之塔，无论你是1楼还是40楼，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个图案了。这个就是它的布阵最高限制，也就是3只、6只、9只、12只加中间的9只，5、7、9加12就21只。那以我们之前在困难以及一般学习到的那个最高限制，就是减4只，因为4只是不同颜色嘛，那不同颜色就代表它没有办法合上去，所以就最高是17只，那有机会是18只，17只最高为目标，所以我们要以17只来做最终的布阵的那个配置。那我们一进来就会有一些资源，那我接下来是录影的画面，所以有时候底下会跳出这个框框，就是我正在暂停这部影片，那我会把它拉回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完整版。好，那我们先直接开始。好，这边往前拉一点点，这边吧。OK， 我们一进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进来就会有300的金币，以及100的魔石。那为什么多24？是因为我的文物有增加初始金币24，所以才会到324。那一开始是300金币以及100魔石，这是很足够我们应付前期的强化以及召唤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一开始的策略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好，这是我一开始的策略。一开始先召唤，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影响一点点时间，也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一点点时间还是很宝贵的。一开始先召唤魔石史莱姆，然后在场上招5只之后再叫小偷，第一时间要叫，因为悬赏是每90秒一次，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越早召唤越多只越好，因为它的奖励还是很多的。那我们再看，好，继续把这个 T， 不是 T 哦，是10字哦。我们继续把这个10字布满，也就是9只布满之后，我们要干嘛？继续召唤。好，这边要继续点了。我的玩法先说明，每一个人的玩法不太一样。那有其他的创作者也有不同的玩法，有些人只能一般稀有强化到满，有些人是英雄传说强化到一定程度来通关，有些人是都不点。那我的玩法就是我会点到10一般以及稀有，这个我们俗称白绿强化升到10，然后就可以继续玩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策略就是把场上布满。好，你看很幸运的解到隐藏任务，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，隐藏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如果你在10楼，不是10楼，是10回合，10回合之前没有解到白色的隐藏任务，或者是绿色隐藏任务，那通关难度就会大幅上升，甚至不会通关。那隐藏任务如何解？就是7种不同的角色，我们那边看嘛，一只白半兽人，一只骷髅骨头。然后在这里是小骨头，
我忘记它的名字了，但都是这样子，3只、4只小石头，5只黑色的史莱姆，这不是史莱姆，这是半兽人啊，这样就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小火龙，这样就有6只，那剩下的那一只就是不同颜色的矿石，也就是这个头上长草石头，但就7只了。你只要有7只存在于场上，就可以解完隐藏任务。那绿色也是同理。那我们继续看哦。那一开始我会建议各位玩人间塔的时候使用1倍速，因为2倍速真的非常冒险，尤其在10关、20关过后，那些资源给的很多，你的阵容还没成型之前，你就直接加速，会浪费掉你很多合成时间。因为1倍时间跟2倍合成时间是一样的，它只是游戏进速，游戏的速度会更快，但是不影响你的手速，所以你要先合成完，再使用2倍，我认为才是最合理的状态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了。那这边就是解完白色的隐藏任务就要解绿色，有一点缺钱，那我们就等。OK， 那绿色我不急着合上去，是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对付这些小怪，因为这些小怪是有护盾的，然后它的生命值也是很高。如果直接合上去，攻击力可能会不够。然后这边一样召唤小偷，好，第2只解完了，第2个隐藏任务解完，也就是绿色隐藏任务，白色跟绿色解完，我在场上布满之后，我会把魔石史莱姆升到5，升到5等。为什么？待会就知道了，因为5等很重要，它会给你每秒大约 0.5 的量。那我到第10关还有一些时间，现在是200魔石嘛，那我们待会来看看还会变多少。这边就开始往上合，那一样场上最起码都要绿色，不要急着直接往上合，当然你也可以往上合啊。那我的玩法是，我会把场上照满，先优先照满，然后升到绿色，然后再继续往上合。这边也是试图解看看那个，这边很多重点，这边试图解那个蓝色没有成功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因为第9回合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第9回合的时候，我就要升到魔神，或者是把紫色拉起来。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很细节哦，往回拉一点点。好，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每一回合啊，它的小怪出来数量都是40只，40只。那我们的上限就是100，达到100的话就判定失败。所以这个就等于我们有 2.5 回合的上限，2.5 回合的上限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得知一件事情：如果你在第9回合进来第9回合的时候，你的数量低于60，那基本上你让它召唤完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警告？它在70的时候，70个数量的时候，就会有个警告，有太多人类了。但是这边我们不需要担心，完全不需要担心，因为只要你在第9回合之前就把数量压到60以下，或者是中途把它清掉，那么在第9回合的时候，它的数量是不会抵达100的，有时候99也可以哦，99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会影响到一些我们后续玩法的策略，我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。我们来看啊，好，这边我第1只，这个解得很漂亮。我第1只召唤了克拉拉，是因为克拉拉它是非常符合人间塔的魔神，超魔神。那它的实力在人间塔最出色。但是在一般啊，在困难的话就没有那么明显。那我们来待会演示一下，它会有什么那个表现呢？你看，我就给它变身，变身的时候它就会打范围哦。你看它的范围，砰砰
嘣嘣嘣嘣，王出来了，剩他了，那些小怪马上清掉。所以你在第10回合如果召唤克拉拉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有意义的魔神。因为如果你用其他角色，第一，你小怪还没清完的同时，你还要打王，你看王的血量800万，你要在1分钟内打掉这800万，加上这只是他的护盾哦，你还要打掉他的生命值，那会非常难打。而且他的生命值，他的最大生命值是比这个护盾还少的，所以就等同于你要打大约2倍、3倍的血量才能把它清掉。所以你用剑影或者是猫咪可能就没有那么出色，猫咪可能就打得很慢，因为它的生命打得很久。尤其你在这边场战还没巫毒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它最大的伤害，那你的基础也只有几万攻击力，那是没有办法打掉的。但是克拉拉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表现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刚才知道了嘛，如果你在第10回合进来的时候，这是第2个点哦。刚才第1个点是王的部分，第2个点的部分是，如果你在第10回合进场的时候，也就是你那个第9关或者是尾数9的关卡，你的尾数9的关卡没有抵达100只的数量，那么你进到王关，它会有1分钟的时间给你清掉小怪还有王，这就不用担心会被踢掉，因为你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把它清掉。这个是它一个攻略的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继续下一步。OK， 我这边刚才做了什么？我刚才先把多余的钱召唤史莱姆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10只了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为什么我不要把场上造满？因为场上这些小怪完全打不动这一只，你1分钟不可能打掉嘛，而且你的范围又分散，你攻击的效率有限，同时攻击范围也有限。我这边进来会被你打到，我出来我就不会被打到了，那完全没有意义。我们不需要再把更多的角色升到这边召唤出来。那当然，你有另外一套玩法，就是你把场上都布满紫色的跟蓝色的小只，然后再把它强化。强化什么？把它强化点到那个，待会我们点强化的时候来看。这边没有点呢。我为什么这边没有点？因为我会判定它的血量。我同时是2只魔神，那一只超魔神，一只火龙，克拉拉加火龙。火龙打王的伤害是有额外伤害的，那这2只打王非常快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要强化超魔神的原因之一。那第2个原因就是我会看他的血量，根据他的时间倒数。那他倒数时间，譬如说看现在是2条嘛，所以我们1条就等于50%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看。但过了一半就等于25%，那我在20秒，我们算20秒，20秒打掉25%，算快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还剩下40秒，但是现在已经剩下15%的血量。可是这个是表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护盾的护盾量是比血量还高的，所以实际上它可能是总血量可能是护盾的1.5倍而已。那我们这样子是打得非常快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就根据他的那个打的时间，看过了8秒，我们打到这样子很快，还剩30秒清掉。基本上你只要剩下16秒或者是10秒清掉就可以了。你看哦，刚才他护盾是多少？我们往回拉，现在时间是1分51。好，那我们往回拉。王刚出来的时候是830万的血量，那1分51秒，我们打了几秒？30秒的时候，他剩下
原本的血量，它的血量是它的护盾的1/5，所以它就是这个血量加护盾就是1000万，1000万的血量。但是你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只能打这个为基准，也就是你打，譬如说你猫咪打2%，对不对？你文物1等打2%，你实际上就是打这个160万的2%，也就是32000，32000打在那个护盾简直是毛毛雨啊！那额外伤害毛毛雨，但是克拉拉基础非常高，加上火龙，那我这一场是运气太好了。正常是要克拉拉，那克拉拉的只有克拉拉的话，我们需要强化魔神。那强化魔神一开始使用的那个魔石就很重要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魔石史莱姆升高一点，就是为了要强化魔神，度过这个难关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第10关就会卡关了。绝大部分的后期关卡，就是这个楼层很高的关卡，都是卡在这一关。就连我也是，我也是花好几个小时来通关的，不止好几个小时，应该是一整天哦，打一整天，是24小时的那种，24小时去打，从20关开放了，21关嘛。21关打到40关，那个打的真的非常累，因为机体也有限，我这个机体也只是月卡玩家而已，不是课长，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很低，没有办法非常顺利的打掉。如果是课长的话，白色绿色就已经足够把它清掉了，那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是有我们这一套玩法。好，那介绍完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说要如何打掉它，就是前面这几个因素嘛。第一，我要超魔神，然后做强化。第二，更多的超魔神，这样子更好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急着把火龙升到剑影？这个版本还是1.1.7的哦，还没有天魔。这个版本为什么我不先升到那个剑影？因为它的血量真的太低了。剑影在这个时刻还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强的威力，就是它需要攻速加上数量，才有办法打出高伤害，否则它就是抓痒痒而已，还不如克拉拉。那克拉拉我们也只需要一只而已。有些人讲话卡卡的，因为都没有 set， 所以就请多担待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讲了。讲完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不要继续召唤，我不要继续使用魔石，等等等等。这些如果还听不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倒回去放，或者是你在以下的表单告诉我你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边对我而言是很详细，但是对新手的话可能听不太懂，所以需要研究一些早期的影片。那如果你们有需要早期的影片去做解析的话，也欢迎你们来表单告诉我说，我需要初期的关卡。由于我们是打原版，不是打削弱版的，所以人间之塔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有点太久没有碰到了，因为一开始的难度没有那么难，不对，是对我们来说一开始的难度没有像现在这么难，就是新版的人间之塔，因为之前有改版啊，就是我们有版本前瞻有说明到人间之塔有那个把它的难度削弱，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难度，但是你在后期的楼层还是很难的，这边我们要自己去斟酌哈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以上就是前10关的策略。这边讲的比较冗长一点，但是这必须的，因为我不讲的话，单论影片，只从影片来看的话，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。除非你是很资深的玩家，玩很久的玩家，你知道运作逻辑跟原理，你才能知道说为什么我这么做。但很大部分玩家还没有玩到人间塔这么后面，或者是一开始人间塔都在卡关碰壁的状态下，你还不懂原理的话，就很难去玩。因为一开始难度很简单就可以通关，但是你到后面才发现说，一开始才是门槛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你只要过第10关，
基本上就等同于通关了，因为你第10关就是一个门槛，1000万的血量，护盾加血量1000万，你要如何打破？未来开放更高的那个人间之塔等级，人间之塔楼层，它的血量只会更高，那你要怎么打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明白了一些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，打掉了嘛？打掉了就刷，这边是要刷魔神啊。这边我会建议各位啊，如果你前10关顺利通关之后，你通关了，你要把这个加速按掉，用1倍速运移，因为2倍速真的太快了。当然你手超快的，那我也没话说，但是我自己要1倍速。好，这边这个钱要急着使用史莱姆吗？我们继续看，我是怎么玩的。啊，先把厂商叫满。啊，把厂商叫满。你看我们有升级模式，然后再换第二只用克拉拉去清，5秒，你看5秒超级快的，还没有强化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我10等矿了之后，我就完全没有再把那1000块拿去升史莱姆？为什么？待会会告诉你们。我们现在继续看了。啊，你可以看到我继续合成，把场上合到4只超魔神了，不是超魔神，是魔神而已。你看我把钱用完了，为什么我不要用史莱姆呢？你看我的矿超少的，我根本就来不及转。你看我到现在我还没转呢，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转？因为我现在克拉拉就已经足够清兵了。你看克拉拉一直维持，你看怪刚走2、3个而已就已经死掉了，靠火龙跟克拉拉就够了。啊，第5只，然后开始做。这里转是因为要转什么？转宝箱怪，我们需要一些金币。啊，一样第2只，这只不要招太难，因为它的资源非常稳定，非常多，我们不需要打太难的难度，足够就好。然后这边为什么我直接在这边招巫毒？这边放输出不是更好吗？因为我们待会会运用到新手利器，叫直升机，待会就看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招兵，然后这边有个重点啊，先暂停一下。如果你使用克拉拉来玩的话，你一定要在打王的时候使用机枪模式，这个叫机枪模式。它变身成粉红色模式的时候是火箭模式，火箭模式是用来清兵的，但机枪模式的话，才可以上炸弹，才可以给日王上炸弹。我这边把特效关掉了，所以你们没有看到，但是它身上是有挂炸弹，有几率的，然后4秒之后会爆炸。爆炸会打最大生命值的伤害。那这边我们需要干嘛呢？仰赖这个克拉拉基础攻击力去把他的盾打掉。当然火龙也是有助一臂之力的。我们继续看。好，冰魔也帮忙辅助输出，而且缓速持续输出。好看，安全通过。那这边我直接叫进。你看他的血量。我们护盾打完了嘛？看一下，他血量是500万哦，他护盾大概是1000，我们往回拉，我那边就科普2800万，2800万对比这个他的血量护盾，血量是500万，这个加起来大概3300万了，所以它也是6倍。甚至6倍多一点点，这边我们不细算了，因为算这个没有太大意义。但我们知道说，20关的王的血量是3300万，第1关1000嘛，1000万，第2关就是3300万，3300万的话，我们就要把它清掉。这边我就要建议了，因为我不急着转宝箱，我要早晚输出了。这个就是提前先造好，先布好阵。它输出很低，现在很低，但是先造的话比较安心。我自己是个人这样认为的。废话好像有点多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。
第20关打完的时候，它会送魔石，这魔石就足够我们转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招史莱姆，因为你11关到20关的史莱姆送你的矿也就是这样子而已，那很多了。看看能不能转宝箱，转到宝箱的话，胜率才会高一点点。然后我们一样不用造太难，我们稳定的钱就好。好像有钱就直接叫那个，有钱直接叫兵。我们要把场上的魔神用多一点。在这个时候的宝箱是10等，我的宝箱是10等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继续洗好，宝箱的话我会加速，那运营阶段我会减速。OK， 这边你用什么位置合成都没有关系。然后有宝箱就转宝箱了，你的输出足够的前提下，输出足够的前提下，你就先转宝箱。建议我们要卡住，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，因为现在清了掉。OK， 这边往上合，第2只宝箱嘛。你场上要很多的魔神，你才安心，要不然的话超难打的。我们继续看啊，这个时候其实要出压了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有机会在那边清掉。你可以出史莱姆，但是我出压，点到10等，10等就已经很够。看那个一剑一管，打到直接砍了。强烈建议都会召唤压加10，加10只要500金币到1000就很够了，成功率是很高的。如果你做没有怎么办？那就再来100吧。OK， 这边资源很有限。那第30关，我们一样也做血量对比。卡住，你看，它血量大约250几万，先打掉，2500万，那它出来的护盾是多少？12800万，12800万，然后打掉的时候，它血量还这样子，代表它护盾量都是血量的5倍以上。都是5倍，所以它的血量加它护盾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反推它的护盾跟血量？就是它的护盾的1/5就是它的血量，护盾的1/5就是它的血量。OK， 那我们要继续到宝箱怪，因为清掉了，你看我这边很陡，非常陡。为什么叫非常陡？我剩下3秒才清掉。然后这是场上存在压、克拉拉2支箭，所以你输出这个时候你就要很充足。所以你没有转到宝箱的话，你其实很难玩下去。宝箱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那我们前面要通关第10关，我们才有后续。有了后续，我们才仰赖宝箱怪。所以很多的因素都是随机性的，但是缺一不可。所以你说玩人间塔需要运气吗？还真的需要。你没有一点运气，真的玩不下去，就是一直卡关，卡到玩不下去为止。这边2000我就尝试把它加15，能不能？OK， 这边运气超好的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我用这些送的金币加15，正常来说应该是点不到的。如果你点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矿石加10，就是点满。魔石史莱姆点满之后，我们就继续把场上叫满，就不要把压加好。你压可以加15，也可以加10。加15是你在30到40关的时候，31到40关这一段打的没有压力，真的是没有压力。那我这个压也是10等的压，15等的攻击力应该接近200万，我没有记得，但是应该是差不多100多万吧。所以你压1等的压加15是60万，那我现在加
10等的压加15，大概150到200万之间，我忘记了。每一个人的具体数值不太一样，那这边就仅供参考，仅供参考。因为不是必须，但是有会很轻松。这边我忘记把克拉拉转成机枪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机枪模式会散炸弹，炸弹才会爆炸。如果你上火箭模式的话，它是不会散炸弹的。然后克拉拉在这个时候攻击就很疲乏，现在基本上不靠它输出。OK， 我们就继续合成，有就合，这边就可以继续稳阵招。这边有个。这边我教你们怎么去判断要升级。如果你的压加15，我说了，你的压冲压加15，你就直接召唤骑士团长。如果你没有加15，那我不推荐，我只推荐招海贼王。除非你可以卡住怪，或者是你有稳定的输出，可以把这个血量清掉，因为它的血量跟护盾是海贼王的9倍以上，应该是8倍。可是我实际看的话，应该是6到7倍而已，因为护盾嘛。然后那个这里加起来是148啊，148，这边加起来是88，这边是怎么算？1000万嘛，1亿8800万，然后这个是1480万，差6倍、7倍这样子。但这个不重要。我们只要很简单的，就是压制加15，就直接招骑士团长，或者卡住地图所需要的那些怪啊、网啊，都可以直接那个。就是我们有破坏者卡住，或者是输出很够了，1分钟内可以清完，我们就会召唤。因为你召唤这个血量很多，会导致一个情况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输出要分散去打这些。可能导致你输出打不到小怪，所以你如果伤害分散、伤害范围分散的话，有机会失败。这个我失败很多次了，所以这个不要头铁，不要为了这个一点点奖励，你甚至招奸商也没问题，海贼王奸商都可以，因为这些很轻松，但这个有点难度，就不要很轻易上等级。新手很常犯的错就是我会无脑的去上等级，但是我不清楚我现在这个阶段能把它收拾掉，就会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，就是1分都没清完，然后还把场面上搞得就是小怪超级多，清不完了，最后上限抵达100，然后就爆掉了，或者是到王关的时候输出不一致，没有办法锁定王去打。导致那1分钟我们只是剩下20秒才打到王，或者是花很多时间打小怪，最后才打王，那没有办法打掉，就是输啊。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。这个是一个悬赏的那个技巧，但是你知道了之后，你就犯下很多，你就不太会犯下很多错，因为这个很需要经验去判断，说我能不能马上清掉。但很多人是没有办法。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是怎么去判断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。因为40关了，40关掉的东西是魔石，准备40关，40回合，40回合掉落的是魔石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要知道啊，第10关跟第30关是掉金币。第20关跟第40关是掉魔石，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之后，我们就要把第10关跟第30关的金币用来去召唤后面关卡，也就是我们要运用这些金币去把场上叫满，把场上叫满比较重要，因为你拿去增压啊，你头铁，你要去把这些金币全部增压，你如果没有加15，那就亏烂了。为什么亏烂？因为你完全没有得到你的收益，而且你损失了你的场上合成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宝箱也要时间嘛，你宝箱关要起时间。第二，你越后面的关卡越难，你宝箱来不及洗，甚至你需要破坏者把你卡着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剑影没有办法集中输出，就玩不下去。
我先说明了，这一个关卡是这个版本是猫已经有爬山了，但是我玩猫等级太低，我那时候2等玩不下去，所以我就用剑影去玩，是这样子。那剑影也是我最推荐的通关的效率，在剑影在这个人间塔剑影高一点的话，你很容易把王清掉，因为他是你以为他是打小兵，不是，他打小兵很弱，但是他打王是最强的输出。那目前天魔跟他有得比，但是这个版本还没有天魔，所以我们就用剑魔来去玩。继续看。继续合成了，我们就场上先不要在意排版，有就招，能升级就升级，不要纯磨石，不要为了转而转，因为磨石很稀有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增加你磨石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间之塔2倍速，全程2倍速，打一关也就7、8分钟而已，它的时间是一般跟困难的难度的一半，甚至不到一半的时间。那不到一半的时间，你完全没有办法靠时间去累积魔石，你只能有就升。我10等宝箱啊，10等宝箱升级的就这么拮据了。你看魔石应该是要有才对啊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。但好在他在通关第20关跟第40关的时候会提供给我们魔石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先把厂商叫满，能叫多少叫多少，最后再靠这个王冠去把它转换。那我们这边我们待会看到它的血量，它这只血量，这个祭司血量它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我们来准备暂停，打掉。我看打超快的，对他的血量250万，那他的护盾是怎样？2亿250万。这一只很稀奇的是，他应该是用法力的角色啊。那他这个血量，跟他的护盾有什么差别？它的特色是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祭司，包含你在一般关卡或普通关卡看到，一般应该看不到，一般是没有，困难才会有这个护盾。它在困难的护盾是它的血量的100倍，100倍，听清楚，100倍。而且它最大生命值是它的护盾的1%，所以你的剑影打它根本就没有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实际上打的爬山可能是它的7/1000、1000分之几而已，太低了。你必须要仰赖那个鸭子啊，或者是其他很暴力的输出。这边我只能推荐鸭子，鸭加15去打才能打得掉，要不然的话你要打很久，才有办法把它清掉。因为它这个就是纯靠莽的。什么叫纯靠莽？就是你要很暴力的去把它打掉，你不能打它爬山，打它爬山没伤害，因为你这个它血量太低了。它的爬山不看护盾的，最大生命值伤害跟当前生命值伤害是看它的血量为主，然后这个白条是护盾，护盾跟血量不是挂钩。这样听清楚了吗 ？OK， 我们继续。我们跳过，因为刚才看过了。打掉600魔石，这边加倍了。这个是应该不清楚是那个 bonus 还是什么 bonus 还是 bug， 不知道。但是你有克拉拉或者是没有，有机会的装备。之前有听到有人说，就是你克拉拉有克拉拉的时候，炸弹爆炸有机会再拿装备的说法。但我这边是。我也不清楚，我没有特别研究。有时候金币装备，有时候魔石装备，有时候一整场全部都没有，有时候一整场全部都有，都是有机会发生的。那
都有装备的前提下，你通关几率当然大幅提升了。那没有的话，可能要多抓场次，或者凭实力把它通关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哈，这边40关开始，这边的小怪难度就直接上来了哦。你可能觉得39关没什么难度，但是你现在的那个小怪开始鸭子清不太动，而且越后面可能就是血量可能是它2倍、3倍之类的。所以这边我已经存到3只破坏者，2只而已，2只够了，因为我巫毒，你巫毒一定要够啊，你巫毒够，你就有很多发挥空间，否则你现在卡不住。好，为什么这个有个很细节的地方，就是它跟困难的出怪点是不太一样，它这边是有往内倾半格，大概一半的格子，那一半的格子就是它出来的时候会先被冰到，然后让它晕，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它不会直接转角，它就是会再往前1格，1.5格，但是1.5格距离，但是怪看起来是1格。他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只要下来的时候还会被冰，还会被晕。这个前提使得人间之塔的难度其实没有那么高，破坏者需求可以很低啊。我这个3等破坏者，巫毒6等，4只6等巫毒120%的攻速，加上破坏者3等，2只就卡住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还是很够的。虽然这个数量没很多啊，但是你看到。卡到这样子其实是蛮容易的哦，2只很够了，但是我们要3只，因为我怕输出不够。为什么怕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特点呢，那么要科普一下，这个剑影它是打直线范围，直线范围是多大？大概2格，就是你1格，然后上下各0.5，是这样的宽度。它是这样的宽度，然后这是它触发被动打趴伤嘛，打通道上，打直线通道上越远呢，直线通道上的那个所有的目标都受到这个伤害。这个伤害打趴伤，打最大生命值，但是你要在这个范围才能被打到，也就是你在其他范围你根本打不到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猫咪这么厉害，因为猫咪打它的攻击范围的全部，所以猫咪目前已经隐隐要取代剑影了。但剑影在有破坏者的前提下，我先说，猫咪可以不用破坏者，但剑影一定要，因为它的范围太小了。但也因为这样子，它的伤害也是最高的，因为它有烧伤、最大生命值以及持续伤害的最大生命值，2个趴伤，这只猫咪没有办法达到的啊。那我们来去看，都可以在时间内清掉，很不错。这就是继续合啊，你合越多，能合到满，胜率就越高。当然，现在已经能通关了，但是还是有不确定性。所以我们需要增加变数，增加通关胜率。这边我还是起宝箱，还有时间哈。如果你在靠近48关，你基本上，我教各位为什么，就是有些新手他会在玩出来的还在抓宝箱，我已经告诉各位这个是怎么看的。来，我们先看。无论是一般关卡、困难关卡，还是人间之塔，一个回合就是15秒，然后王关可能是45秒或者是1分钟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宝箱时间，你的宝箱，譬如说我10等的宝箱应该是38秒，38秒等于2个半的回合，2.5个回合，2.5回合。所以我现在开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开了会在48回合的一半，我的宝箱就完整了。我还有时间去转，但如果你的时间超出来，比如说你在第50回合转宝箱，你会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你王打完了，宝箱还没刷完，这个魔神位就浪费掉了。
我们不能尽可能不要发生这个情况，因为这个情况其实挺下饭的，就是你看到会觉得很好笑，挺下饭的。尽量避免这个操作出现，因为这个如果你要说难听一点，就叫低级失误、低级错误，尽量不要犯的错误。OK， 我来去看完了。你看现在压打的数量，压打的输出就没那么高了，但他打的互动还是很够，因为还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连小怪的生命值都比那个他的互动还低。我尽量骑哈。你要这张场上，比如说我现在场上1、2、3、4、5、6个，我还可以造2只超魔神，所以就叫有宝箱。你看我现在没有装宝箱啊，因为我看到时间到了。我现在装宝箱就浪费掉了，那我们马上要开始换位。我尽量最后一只哈，我这边有一只没有招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一样的概念就是尽可能最后一只叫直升机。我为什么？等一会就知道了。我这边有叫吗？没有叫，所以刚才说的那个就不成立。但是其实因为我阵容很漂亮。你要使用直升机是什么前提下？就是你的阵容。我先往回说，一开始我不是有提到吗？就是有魔神能升，超魔神就先升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时候你盖在角落，例如说你的输出没有靠近出口，没有靠近入口，而是在很偏僻的地方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一定要依赖直升机。但是我这边因为剑影的输出刚好够打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在这边是有输出的。那这边4只输出，然后1只压刚好，然后2只控场，都是打得到门口。如果打不到门口的话，我们就要用直升机换位。然后这一场没有办法演示啊，因为这一场就是当你熟悉魔神了之后，你就不需要直升机。当然你也可以做使用，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增加容错率的方式。那这边推荐给新手。如果你需要直升机的演示影片的话，也欢迎你告诉我，我会找时间发布一期影片。OK， 那这个先假设我这个16只加1只直升机，那我们把直升机划掉嘛，场上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我的阵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只巫毒，7只可以更高。那那个克拉拉是我用来打前期。克拉拉加冰魔是用来打前期，10关到第20关，就这2只，靠这2只打。当然剑影也有功劳，但是他功劳不多，不多。然后这边4只剑影很够，4只剑影很够，你也可以5只，但是这个需要仰赖大量的巫毒，你巫毒越多，你的剑影越强。但是你剑影很多，巫毒很少，可能没有比巫毒多、剑影少还强，这个你需要知道的一个点。因为你虽然趴数很重要，但是攻速也是一个非常仰赖的一个条件。因为你38的攻速其实就不低了，几乎每秒多打一半的，每2秒多打一下的概念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一只压马，用来打30到40关的小怪。所以这个策略很明显，克拉拉打前期，压打中期，剑影打尾王打后期，而破坏者就是在40关开始卡着让剑影有输出，然后冰魔缓速，几率那个时间性的晕眩，这就是我们的策略。你使用这个策略、这个逻辑、这个布阵、这个阵容去玩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么简单了。但是你要花很大量时间去练，我自己也是练了好几天了。人间之塔从第1关到第40关，我大概打了2天，最起码也有200多场，超过48小时才能研究到这么样。因为我不能说我算是很厉害的角色，
我不算很厉害，我就是月卡玩家，但是我可以靠勤能补拙嘛，我多练场次，多花时间去增加研究配置，才能研究出这样子。那目前我在这个伺服器，人间之塔的排名是第25名，第25位通关的。那第25位通关其实还蛮前面的哦，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，我还是在很前面，就知道很难过关，很难呢。因为你看我刚开服嘛，就是那个版本，这一个版本开放到40楼更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打到那个20关了。那这20关，21到40关开放，我打了一整天都还没打到40关，我是隔天才打到的。但是我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、去玩，但是也拿到25名，就知道说这个难度很大，能靠在前面都是比我更用心，或者是更优先找到配置，或者是机体比我们强的那些课长啊，或者是资深玩家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把它看完。好，我们来到这边，就一关打完，对不对？它的血量出来是个十百千啊，42亿，10位数诶。来看一下，15秒才打这样子而已，你就知道这个很难打。然后这边你看，我把一个石头转成剑影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打不到啊，他没打到就没伤害。所以我们其实要把这个石头换掉了，但我这边没有做，我还是换了。然后最后一关，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来看，最后一关有什么特点？最后一关有个特点就是，你破坏者在小怪清完之后，你就不需要破坏者。破坏者的真正用意是帮你控小怪，不要让他跑掉。但是王只有一只，所以王不需要破坏者，王就直接转输出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这边转嘛。我转克拉拉，为什么我转克拉？因为克拉拉也有趴伤，他也是挂炸弹，然后打大量伤害的，所以就看你要用克拉拉、用天魔、用剑魔、用猫咪都可以。这边就是很多选项。你还在卡，15秒才打到这里。来看它的血量跟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嘛，8亿，8.2亿，所以它的血量是50亿。一开始1000万，然后第二支3300万，第三支应该是我忘记了，啊，第四支是跟血量差100倍，护盾跟血量差100倍，第五支是多少？50亿，但是50亿就相对简单一点了，你看。然后你们不要忘记哦，这个难度困难的难度，它是套用困难难度设定。困难难度有一个设定就是王会周期性回血，周期性大约是2秒回一次，然后一次回5%这样子，那很多你要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个打完，也是有一点难度。你看他突然回一大管，然后你要把它打掉，然后剩下6秒通关，达成人间打破台，有5万的银币跟500宝石，然后一个魔神枪，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奖励。那累积起来也是非常多的，所以这边我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一整个逻辑跟运营的策略。那其实非常长啊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影片，把这一部影片看完，其实你已经赢过很多人了，因为你已经开始明白，或者是熟悉我在这段时间去研究的，我花了200多场，甚至已经可能到300场，这些都是花体力，但没有奖励，只有通关才有奖励。我花了这么多体力跟那个时间去研究，然后失败了很多次，失败非常多次。你要失败200多次才能赢40关，你看这个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想做了，因为这个很虐待自己。
但通关就是爽，一个字爽，非常爽。因为你通关了，一劳永逸嘛，就一次性的。但你要养角色养到我这边是玩了2个月的，打的都这么吃力，你要养到几个月呢？你是新手，你刚玩不到1个月，你就想打通40关吗？那不可能，你要图纸或者是学习啊。那现在我这边不尝试，因为有人想要知道我怎么通关的嘛。OK， 我非常爱惜我的粉丝们，我非常感谢很多人观看了，也非常感谢很多人支持我，给我这个动力去做这部影片。那非常感谢可以观看到现在各位，那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早日通关人间之塔的所有流程啊！我是岭东，不要忘记订阅，不要忘记按赞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